而就在美国大张旗鼓侵犯少数族裔、严重侵犯人权的同时，却又贼喊捉贼，以人权为由谋划对北京冬奥会实施所谓外交抵制，即不让美国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。对此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一回应表示，北京冬奥会是全球冬奥运动员和冰雪运动爱好者的盛会，不是政治作秀和搞政治操弄的舞台。一届成功精彩的奥运会，需要的是冬奥大家庭的共同努力，而不取决于个别国家官员是否出席。我们希望个别国家摆正自己的位置。汪文斌还透露，根据奥运规则，各国政要出席奥运会是由本国奥委会来发出邀请。而《环球时报》周一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，中国从未向美国政客发出过出席北京冬奥会的邀请，目前也无相关邀请计划。美国政客在中方未邀请的情况下，不断炒作外交抵制冬奥会，不仅是把奥运会政治化，更是自作多情、自我炒作、哗众取宠。深圳卫视执新闻的评论就认为，既然还没有发出邀请，何来拒绝一说？更何况在疫情笼罩之下，北京冬奥会秉持简约安全的原则，并没有释放出广邀天下好友前来观礼的信号，在发出邀请之前提前拒绝，难免有点自作多情的味道。另外，在美西方一些政客鼓噪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时，有消息说中国从没有也没计划要发出邀请，那这是怎么一回事？那么中美关系会因为北京冬奥会而继续恶化吗？我们首先呢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，冬奥会的主角是谁？是运动员还是政客？这答案呢不言自明。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是，冬奥会怎样才算成功？是看运动员的精彩表现，还是要看外宾的级别和人数呢？这答案呢一样是清晰的。中国呢为了办好北京冬奥会，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，无论是比赛场地还是运动员的食宿，都追求绿色环保和先进技术的应用，努力呢让体育健儿出彩出成绩。但是呢，美西方的一些政客试图把冬奥会政治化，掺杂进很多与体育无关的东西，酝酿所谓的这个外交抵制。不仅呢要抹黑这个歪曲中国，还要呢劫持运动员的比赛，破坏奥运。为了维护奥运精神，杜绝奥运政治化，让北京冬奥会呢成为干净纯粹的体育赛事，东道主呢就放出了风，说从来没有打算邀请他们来滑，目的呢就是要破所谓的外交抵制。我都没邀请你来，你瞎嚷嚷什么呢？这是釜底抽薪，让外交抵制呢成了自取其辱的笑话。至于说中美关系会不会因为冬奥会上的政治交锋而变得更糟，我看呢不会。一是美国的一些政客呢太没道理，趾高气扬的玷污奥运精神，难道还有脸进一步的损害中美关系吗？二是中美运动员呢在赛场上会碰撞出友谊的火花，竞技的快乐，可能呢反倒有助于中美关系向好。三是中美现在需要合作的地方挺多，不仅有气候变化和伊核协议，还得共同的应对新冠变种、奥密克戎、供应链短缺、通货膨胀等等。所以呢，我对今后的中美关系呢持谨慎乐观态度，起码呢在短期内不会变得更坏。好的，非常感谢陈斌先生再次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，谢谢。